Hello，我现在在元朗啊，人潮涌动啊，全部都是人。相比于这个大陆这里啊，香港这里基本上人真的是不缺人的啊，真的是不缺人。这2年变化很大，那么我也就是想拍一些就是关于香港的一些片子。那么，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跑到这里来看一下，顺便逛一下，买点东西。那么顺便拍一些就是现在香港的一些情况吧，这里就是元朗的那个菜场啊，因为我今天是来办那个护照，把护照都办好了，所以呢，那就顺便拍一下给大家看，这里有多少人啊？相比于上海来说，这个香港这个人啊，简直就是不要太密集啊。那么我也就想了，总结了一下啊，我觉得这是个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上海就是说，人一路都不是特别多，对吧？很多店铺啊都关门了，而香港现在又渐渐恢复了，就是以前的这个风貌，就是很多人啊在外面买东西排队，主要就是我觉得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网络那个没有那么发达。就是网上购物没有那么发达，网上购物基本上是限制了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发展，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面嘛，都在网上购物，网上买菜，网上吃饭，网上订外卖，那么自然而然啊，街上就没有那么多人了，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在网上购物，你在网上买东西啊，别说是买菜了，就是买点什么吃的东西，都必须要在下面来买。所以你看这个路上的人啊非常多，而且这个零售商家基本上生意都是非常好的，没有说是这里生意不好，那里做不下去了，店铺开不了了啊，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太存在。元朗这个地方呢，等于说其实是老区了，距离深圳啊已经很近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还是到现在还是人潮涌动，真的是不得了的本地人在这里，吃喝拉撒东西都是在这里买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送外卖实在是太贵了，真的快递也太贵了，所以你基本上订一个外卖，你也可以就是 order 到家里面来吃啊，那订一个外卖送的费用跟你买那个外卖的价格基本上是一样，所以这个呢就是造成了很多地方啊，就是大家都喜欢出来购物，那出来购物就会带动就是实体经济，其实啊，真正的会带动实体经济，因为你出来可能就是并不是单单买一件货物，你可能买好几件，或者买菜的时候你会多买一些东西，这个只是一部分啊，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网上购物有一个坏处，就是把商家的这个利润啊都压得很低，因为平台还要收费，平台不但是要收你就是购物者的费，商家的这个费用啊也是不小的，所以这样就造成在上海这个地方啊，商家都倒闭了，都是给平台啊吃去了一大段的利润啊，购物的人呢在家里面坐在那里就能够买东西了啊，但是呢就是说间接来说啊，就是对这个社会啊就是没有那么热闹了啊，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啊，长远来说你去看好了，欧洲也好，就是其他的各个地方啊，就是对这个网上购物其实是有一定限制，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啊，不是说你想在网上买东西它也能达到你这个飞快的送货速度，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你要花很贵的价格就是去网上购物，那么很多人就会想那不如还在家里面，还是到楼下自己去买一买来的比较方便一点，流动就会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就是会更好一些。然后网上的购物啊，这个成本比较低，就其实是杀掉了很多这个中间商啊，杀掉了很多的中间商的那个存活空间啊，中间商的利润空间其实是被网络
就是网上的那些平台啊，全部都吃掉了。那自然而然啊，有很多人就是失业了。所以我在看这个香港这个市场，为什么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有这么大的区别？然后你在这里，你永远能看到大家都是忙忙碌碌的啊，包括银行也好，银行这排队长的不得了啊，还有很多你看现在很多的金饰店啊什么的，这里都开着很红火。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有很多实体店买的东西其实是比真正你在香港网络购物来的方便又便宜啊！你在这里的网络购物，不单是等于说不单是要加税，还要这个送货费，送货费其实是占很大很大的一块啊，相对来说是不合算的。先进的这个经济体啊，都是服务性行业为主啊，都是以服务性行业为主，所以这些店其实就是撑起了大部分的这个就业的情况。每个店都要有服务的吧，都要有售货员吧。那么现在就是中国这里就是它的经济啊太单调了啊，有一行死了就会死了一大批人，那么这一个行业死了，那个行业又死了，那么然后就造成啊这个经济现在是一落千丈。也好像说这么多人啊，好像都是天天都在这里挤来挤去，挤进挤出的，好像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因为大家要生活，等于说包括我们也是一样。那你必须就是要去就是说你要吃饭吧，那你就可能就要到楼下去吃了外卖没有的，不是说没有，是有的，价格很高。那你就想想算了，我这还不如到楼下去吃呢。楼下可能吃一碗面才40-50块钱。然后你叫一个外卖送上来，比如说要70-80块钱或者80-90块钱，那我就想想我觉得不合算了，那我就楼下吃吧。你看，所以说楼下这种大排档啊什么的这种店家做的个个都是人。那么你吃一个饭，对吧？你吃一个饭，我说奶茶要点一杯吧，好了，那你就等于说是你多消费了，你多消费了嘛，那你其实就是带动经济了所以说服务业在这里服务业是很厉害的就是先进的经济体它很多的地方就很多的产业其实已经比较单一化了。那个服务业是可以说是占大头的，你占的大头的越大的一块，这个服务业其实就是这个经济体，就是说你反正下来就是它的经济体更越先进。你像日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全都是服务业真正的其他行业其实不算特别多的，其他行业也是有，总归是有，这个行业是有多元化的，但是服务业永远是占大头的。所以在香港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又很小的除了金融以外就是服务业了，也没有人很多开设厂什么的，因为地皮贵，房子贵，也开不起。那么大多数都是服务业支撑的这个整个经济还有就是旅游业也是的，支撑的这整个经济。不是说香港经济怎么好至少这一块就是说是挺坚挺的，因为大家都得吃，都得用钱吧比较坚挺，就是不太会涉及到不吃饭了，对吧？那是不太会的。比如说你买东西，你不买东西了，很多生活必需品你也必须要买嘛。所以这种各式各样的小店，包括你看五金店卖螺丝的、钓鱼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必须下来买，对吧？你不下来买，特别像这种五金店在我们那边还没有，你还是必须要跑到这个元朗这种地方来买。你说这里经济很好，香港经济很好，我告诉你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经济最近是特别的不好，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金融中心以前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是丧失了这一块呢对香港来说影响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2019年这个反送中运动以后有非常多的这个外资公司也是撤离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说有改变了那么很多外资公司确实撤离了，也走了非常多的移民，就走了很多人凡是有钱的人
很多人也是离开了这个地方。以前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愿意离开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这个确实自由度比较高，然后呢，就是赚钱呢也是比别人的多啊，工资呢可以说是全亚洲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这个。那么现在呢，就比如说 Facebook 什么的，很多都是离开香港，就是把亚洲的总部啊就放去新加坡了，就造成了这个外资也是在出逃。包括这个中国那边有很多的中资公司啊，现在很多中资公司就是说，不从美国下市到香港来上市，他们到香港来上市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美国制裁嘛，美国制裁你就不得不从美国这里撤资，然后就跑到这里来，跑到香港来上市。或许你听上去啊会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啊，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到香港来上市，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池子就这么大啊，钱就这么多。现在有大量的中资公司跑到香港来上市了，那么很多，包括很多大公司啊，都是僵尸股，那些股票啊，买进买出基本上就是说成交量很小。那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一块啊都移到新加坡去了，所以而且呢，很多有钱人他是选择移民了，撤离香港了啊。你不要看现在很繁荣啊，但是整个楼市从2019年到现在其实是跌的啊，其实是跌的，无非就是跌多跌少的问题啊。跌的少一点，有些比如说跌了1%吧，0.几，跌的多的有的10%都有，所以并不是这么好啊。因为香港的人口本来就密集嘛，所以你看不出来，但是整个来说楼市是跌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政府啊，就一直出了很多的这个招数，就是说一直啊，就是说要救这个楼市啊，一直想救这个楼市，而这个楼市确实是比较难救的。现在就是鼓励大陆人，就是鼓励在中国的人，如果你条件比较好，你是好的学校毕业的，你就可以来申请这里做香港居民。那么做香港，如果你是大陆来买房子呢，他前几年不是要加很高的税嘛？这几年呢，就是说税一个是减少了，还有一个呢，你如果申请来这里移民呢，这里可以提前免税，然后你来了移民了以后，那么然后这个税就是等于说是不要交了，就搞了一些这种政策。那么你要知道，走的就是移民走的那帮人啊，全部都是就是精英阶层，而且能移民走的都是有钱人啊，不是我说啊，肯定都是有钱人，因为觉得他们想移民了嘛，对吧？能有钱，只有有钱人才会动这个脑筋。看看啊，这个550万，原先550万，现在减到530万。虽然说跌幅不多啊，但是有跌幅的。这个750万的一个房子，现在变680万，那它是有点跌幅的啊。基本上你在这里啊，就是生孩子啊什么的，其实是很合算的，因为每个新生儿它补贴2万，那么还有学校的有很多的这种补贴。就是如果你是需要补贴的话啊，基本上每个香港有小孩的啊，都可以领他的这个政府的补贴啊。那这个补贴是挺多的，我1年可以领的，大概我们没有申请这种贫困居民啊，贫困居民基本上学费什么都不用付的。那么我们就是一般的每个小孩都有补贴的，每个小孩的补贴1年大概是有3500块钱的补贴啊，就是你一般的学校也不用交学费，所以一切都是一切这个福利啊什么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啊。这一集基本上我是拍给大陆居民看的，我觉得啊，我都是拍给这个，如果你想移民，你又没有什么钱，那如果到香港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吧啊，我觉得到香港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先到香港来做一个跳板，然后你看看，如果你还想移民，那么也是可以的啊，并不是说不好啊。
没有说完全什么香港不好啊什么，对吧？香港比起这个中国大陆来说，还是开放很多的啊。你也不用担心在这里啊，就是说不会讲普通话，然后也给人家看不起。现在这里越来越不会了，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讲普通话的，不会因为就是说你讲普通话啊，给人家听不懂啊或者怎么样啊，人家这20年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20年前的时候，你讲普通话，他是真的听不懂啊。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在讲什么。那现在没有了，确实那个时候有大量的人啊，是真的听不懂你在讲。08年、09年的时候，就有大量的移民在这里买房子就可以拿那个香港的那个身份嘛。有一段时间他是暗暗的放过一段时间，就是移民非常多的。那他那个时候也是针对是很有钱的人在香港买房子。你想想看，你没有个1000万你也别想买房子。当时就是有大量的人移民移过来的。现在呢要重新招第2批移民了，因为大量的人离开了嘛，几十万的人离开了，对香港的经济影响其实是不小的啊。加上股市、债市啊，什么汇市都不好，金融中心地位丧失啊，资金就是外汇资金都是流失嘛。而且这个社会啊老龄化很严重，看香港演员嘛你就知道了啊，大家都老了啊，老龄化严重了，真的是需要补充新血的时候。就是其实他这个现在香港这个政府就是比较鼓励这个大陆的那个新移民来这里讨生活啊。你还可以先买了房子不要交税，等到不是说什么税都不要交，就以前针对这个大陆这边的这个税率啊，你可以不交。针对大陆那个有多少20%几的税，当时是因为这个香港的房子被这个大陆这边炒的实在是太厉害了，不得不加重税，然后抑制这个房价再上涨。现在情况也不同了，现在他现在这个房产是要掉下来了啊，那么所以他现在要开始减税了，吸引大家，就是吸引大陆这边的资金过来，就是再炒一波房。经济较差确实是一个，如果你要移民到香港，入住香港是一个好时机。你上网你们自己去查一查这个优才计划跟什么就是一个是可以在这里留学的，一个是你工作的人也可以很快申请到香港的那个身份啊，在香港居留，然后呢在香港生活7年以后呢，你就可以成为这个香港的那个正式居民啊。具体的步骤当然我不清楚啊，你得自己去查。我觉得就是在大陆的朋友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就是你来了你要投资你投资，你要找到工作那你就工作。当然你没有工作的话你是不能来，你只要有工作，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工作啊，而且你是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吧，比较好的大学啊，不是说顶级的大学，是比较好的大学。那么你就有权利在这里工作，你接受一些培训，在这里工作就可以了。现在送快递呢也轮不到你了啊，送快递的人你就别想了。送快递现在都是一些南亚的人，也就是说有点像印度人啊，有点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黑的人啊，那送快递的比较多。其他的工作办公室做啊什么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只要你的这个学历啊什么的来的比较好，这里工作呢也不难找啊，工作机会还是挺多，但是也是需要经过他们培训的啊，他们有一些培训班可以培训你做一些工作啊，所以香港这个地方现在机会还是有的。如果你是在大陆的，你就是申请到香港来。我有个朋友就是申请过来，我刚才那个坐地铁过来嘛，哎呀太丢脸了，我跟你说，简直就是脸都不要了。我急着去上厕所，因为地铁的冷气太冷了，我穿的这衣服我都觉得冷，然后我急着赶紧就是冷那么一个肚子疼嘛，赶紧冲去厕所。跑到厕所一看，你知道什么情况？把厕所一看，哎呀，厕所里面没有厕所纸啊，你知道吧？哎呀呀，我觉得真的像
像这个周星驰里的骗子一样，跑到厕所里面竟然没有厕纸，我赶紧跑到下面啊，他厕所在商场里面，赶紧跑到下面去找一个厕纸，厕纸实在找不到，我跑去那个万宁啊，就是卖药的地方，我看见有一盒厕纸，我就赶紧买了以后看也不看，然后夹着那个厕纸就赶紧冲向厕所，进了厕所，对吧？坐下来仔细一看，你知道那个厕纸是什么吗？我买错了，我跟你说，那个厕纸是化妆棉，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尴尬！我跟你说，这么小啊，化妆棉一片一片的，这么小怎么擦呀？我靠！哎，简直是把我给弄死了。上一个厕所真的是太痛苦了啊！我提醒一下啊。像这种很热闹的地方啊，在香港上厕所是很难的，你一定要找到商场或者宾馆，你去上好了，没有人会说你。但是你像这种小店啊什么的，都是没有厕所，他们是不提供厕所的。特别是在这个九龙那边、旺角那边，你就千万别想上厕所，想上厕所都上好再去，不然的话，他那边是不提供厕所的。好几次我去旺角啊，去那个什么鸭寮街啊什么这种地方，你想上个厕所比登天还难，好不容易找到个厕所，上面写着几个字：这里不接待外客，你知道吗？不接待外客。肚子疼的时候，哇，真的把命都搞掉了。所以，如果你要去九龙，我建议你厕所上好再去。比较高级的，比如说去一些比较高级的地方啊，那你可以放心的去，比如说什么千水湾啊这种香港的一些地方啊，有大商场的地方，那无所谓的。但是你要是去九龙，要去旺角，要去这种尖沙咀这种地方啊，你要找个厕所是相当难的。你除非你去找一个大饭店里面去上厕所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这种教训啊，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买那个的时候啊，买纸巾的时候一定看清楚是不是化妆棉啊，这么小一块一块的啊。还好，本人的手法精准。一般不会出现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还可以，没有问题。今天我到这个港澳码头来不是因为我要去澳门我今天正好跟一个朋友出来见面，因为好久都没有见面了，所以我就出来逛一下现在正好在这个港澳码头这里就是搭船去澳门的这个喷气船你可以看得到很多以前就是赌钱的这个赌客就是从这里，对吧？搭这个喷水的那个船就是直接就到澳门去了，很方便，过去也很快就是这个船很快，一会儿就到澳门了，然后就开始赌钱赌完钱以后，第二天早上坐的早班船就回到这个港澳码头，然后再回家这个是以前香港人经常干的事情这个我也做过，不过呢，我那个时候小，我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去澳门赌过钱澳门呢，我真的是去的比较少。然后那个房子，看这个房子跟深圳的这个房子可真像，我觉得非常的像。这里呢有很多人在钓鱼的，有一段时间每年有一个季节，就在这里钓鱼的人特别多，是专门钓鱿鱼专门很多的老头就是带着一个夜灯在这里钓鱿鱼。这2年的冬天每年的冬天这里其实雾霾其实是很大的就是以前香港没有现在我就觉得就是雾霾是很厉害的。你看对面这个房子并不是特别的清晰这原因是这个北方的冷空气这2天开始来了，现在北方已经是比较冷了嘛，冷空气开始往下走了以后呢，就把就是内陆的那些雾霾都吹过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我觉得是空气是质量是比较差的。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是南方这里是朝海嘛，南方的这个气流一过来了以后呢，雾霾就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一个地方的好不好经济好坏其实就是看这里钓鱼的人多不多。当你发现钓鱼的人非常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钓鱼的时候，那个经济一定是不好的，因为大家都跑出来钓鱼了嘛。那你说
工作的人没有了。像现在上海是这样的，这河里面现在就至少在我家那边，那个河里面这个钓鱼的人非常非常多。那个河里面其实没什么鱼的，都是一些小毛鱼啊。经济不好啊，大家都闲着没事干，或者工作不紧张，那么钓鱼的人特别特别多。啊，这个船来了，这个澳门的船又过来了。相信我，在这里你钓的鱼真的是少之又少，都是钓了一种小的那种，我们叫做奶芒啊，他们是叫做臭肚，啊，样子很难看，味道很好，就是烧粥啊什么的味道都很好的。喷射飞航啊，它是一个喷射船，啊，所以就在这里呢，就进入了它的码头了。然后呢，这个私家车啊，这个私家车其实是费用其实是很高的。如果你在香港，就是说，不算车牌啊，车牌不贵，就是停车费啊。如果你是在香港，这个停车费，港岛的话，停车费是普遍来说比较高的，那个4、5千块钱一个月。那么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过隧道啊，过一下隧道，就是从香港，比如说开到九龙去啊。过一下隧道，这个价格是基本上在40块到60块之间，也就是说你过一下就是40块，回来一下就是40块或者60块，根据这个时间的不同啊，它这个费用也是不同。然后这个私家车的油费基本上是22到25、6块钱港币一升，就是比大陆大概是贵了3倍。所以你养一个私家车的话，你养一辆轿车的话，车是很便宜的，但是这个车你养不养得起是个问题。因为你停车，你不但要停在家里面，你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工作啊，那你这个车你也停到公司下面的停车场，费用是很高的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家住九龙或者新界，然后你开着车到香港港岛来上班，啊，这个费用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是选择坐公共交通。坐公共交通其实是比较方便一些，啊，而且公共交通车也不堵，因为私家车比较贵嘛，车流量就比较少，所以其实它是不堵的，啊，它不是提倡你就是你一定要买私家车的，你买私家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成本非常高，所以说很多香港人是不买私家车的，直接就是说坐公共交通，过来就比较便宜。那你说便宜嘛？坐地铁如果是从香港坐到新界啊，坐到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在20几块一个人，20几块一个人。老人倒是便宜的，老人他有就是很便宜的交通，就是2块钱，超过65岁的香港老人，他有一个特别便宜的，就是2块钱让你随便坐，啊，这个就是老人出来是很合算的。所以说很多老人啊，就是这里钓鱼，今天背这个鱼竿跑到这里去，跑到那里去。当然以前是比较少的啊，以前这些钓鱼老人是比较少的。那现在就是说，根据我说的这个钓鱼，其实钓鱼可以作为一个钓鱼指数，有多少人出来钓鱼了，对吧？这个就是说现在普遍来说，经济不好的情况下，钓鱼的人是比较多的啊。当然你如果你要坐船出去钓鱼，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坐船出去钓鱼我也有经历。坐船出去钓鱼它是这样的，它是分你是到岸上钓还是在水里直接钓。在水里直接钓，坐船早上一早大概9点钟到下午4点钟，它是包你能钓上鱼的，大小不算啊，包你至少能钓上一些鱼。那么基本上价格是在500到600块钱港币一天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可以把你开到港珠澳大桥啊，它可以把你开到港珠澳大桥那个桥墩上面，你爬上去钓鱼是开过去跟开回来啊是250块钱，250块钱给你开2趟，开的比较远，你在那个桥墩下面去钓鱼，250块钱一天啊。这个呢就是说比较经济核算的，当然坐着船钓鱼可以钓得到。桥墩上面钓鱼可能是要吃白板的啊，可能是要吃白板的。那么，所以就是说，香港这个钓鱼啊，有很多船的，其实有很多船啊，专门这种小艇把你拖出去钓鱼，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你千万不能晕船，因为它这个浪还是挺大的。如果你是一个晕船的体质呢，那你是不能钓鱼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有很多一些小船啊，在这里，包括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开过来开过去，就是给你钓底下的鱼。这里呢有一种鱼叫做石狗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个鱼烧汤是味道是一流的，它是在石头下面的，小小的，你可以一次性钓上来很多，然后呢，全部把它给杀了以后呢，就是煮汤喝，这个汤是鲜美无比啊！这我经常钓，所以我都很清楚，鲜美无比啊，真的是鲜美无比。但是呢，你要钓上足够的量啊。菜市场呢，这种鱼是没得卖的，就是一出来就很多人都抢到，广东人就把它买完了，都是野生的，没有办法就是家养的，因为它是躲在石头里面的，所以是没办法家养的。但是钓上来呢，是味道是挺不错的。